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少峰。你敢信吗？2025年的中国最便宜的东西不是青菜，也不是矿泉水，而是猪肉。没错，1斤猪肉4块9，比青椒还便宜。白菜2毛，红薯5毛，阳光玫瑰葡萄跌到论斤甩。大闸蟹从送礼神器变成滞销之王，整个市场像被抽走灵魂，摊子还在，人却没了，货堆成山，没人敢买。有人苦笑，这不是便宜，是寒气。有人回一句，连吃肉都能吃出绝望感。从菜市场到水产市场，从城市到乡村，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大崩盘。物价在跌，收入没涨，农民破产，年轻人被动躺平。这不是降价狂欢，而是一场全民冻伤。今天我们就带你走进3个真实现场，看看2025年的中国冷到什么程度。最近中国农副产品价格全线下跌，跌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猪肉跌了 40%， 牛肉降了 9%， 鸡蛋也跌了 8%， 就连过去贵得离谱的阳光玫瑰葡萄，现在也是几块钱1斤，还卖不出去。我们先来看来自北京的消息，市场里的肉摊边，一个顾客说，你看看北京猪肉多便宜，华冠超市前肩肉5块9，后肩肉6块9，五花肉7块9，排骨也只要9块9。还有一位卖生猪的老乡哭笑不得地说，猪价4块9，青椒还卖6块呢，这猪我还卖不卖了？这波降价潮表面上看对消费者是好事，但事实上背后隐藏的是农村经济的深度困境。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15号的数据显示，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0.3%，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 4.4%， 而农村地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更是下跌 0.5%， 这已经是连续第2个月出现消费者物价指数负增长。通俗点说，东西越来越便宜，钱越来越不值钱，但收入却没涨，甚至没了，这就是典型的通缩信号。一旦持续下去，整体经济就会垮掉。让我们来看看2025年农民们遭遇的5大血亏产品。第一，猪肉从11块跌到5块，一刀砍掉一半，养猪人真是欲哭无泪。广西、云南这些地方被戏称是猪肉洼地，今年一大半的散养户直接倒闭。猪肉便宜的比蔬菜价还低，养殖户怎么活？第二，罗氏虾，这可不是便宜的海鲜，过去1斤能卖20多块，但今年只卖15，还没人买。有网友说，50亩虾塘亏了100万，虾塘直接变成了废塘，成本20多，卖不到15，这不是做买卖，是做慈善。第三，牛肉，一头牛亏800元。来看云南德宏州一位姓李的大哥，500头牛一次亏掉40多万，最后破产收场。就连文山州 30% 的牛场都改种蔬菜去了，能不痛吗？第四，蔬菜烂在地里没人收，菠菜、莴笋、大葱全线大跌。农户在抖音上拍短视频，一大片莴笋用拖拉机推倒，烂成肥料。因为请人采收一天150块，还赚不到这个钱，不如烂在地里，损失还小点。第五，贵族水果，像是阳光玫瑰葡萄、软籽石榴，过去是摇钱树，现在是烂果子。阳光玫瑰从25块1斤跌到几块钱，还没人要。果园连80块1天的采果工钱都付不起，果子烂在树上，农民欲哭无泪。无助的农民们哭诉说，我们交了57年公粮，48年农业税，把最好的粮食上交给国家，一点怨言都没有。现在国家越来越富，为什么我们种地的却越来越难？
一亩玉米抗旱要浇地，涝了还得挖沟，结果一袋玉米还不如一瓶水值钱，这合理吗？2025成了中国农业的寒冬年，物价下跌，消费疲软，农户破产，商家关门。当农产品变得比水还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一句，这真的是好事吗？还是一场即将扩大的经济大萧条的前奏？说完了农副产品价格崩盘，那其他的会不会还好呢？完全没有，似乎一切都没有幸运。大闸蟹、梭子蟹这些过去的硬通货，今年也彻底凉凉了，市场人去楼空，价格跌成白菜，甚至虾都没人敢吃了。都知道金秋10月正是吃大闸蟹的黄金季，结果苏州的螃蟹市场上午8点多了还是空的。往年这时候凌晨3、4点，人们就得起来抢货了，市场人声鼎沸。可今年整个市场静悄悄，像没开门一样，螃蟹堆成山，却没人买。不止大闸蟹、梭子蟹、海虾、鲈鱼全都崩盘，100块钱能买3斤梭子蟹，还要啥大闸蟹？这场海鲜大跳水不只是价格的崩溃，更是整个面子消费崩塌的缩影。啥意思？今年大闸蟹行情可以说是跌得体无完肤。苏州一位螃蟹商说得特别直白，往年一天能卖上千只，今年一上午只卖了20来只。有网友发视频，站在苏州最大的螃蟹市场里说，我还以为自己走错地儿了，这市场怎么空成这样？今年的海鲜行市为什么这么惨？有4个原因。首先是经济不景气，大家没钱吃面子了。过去大闸蟹是送礼神器，是社交符号，送蟹卡、提蟹礼是有牌面的象征。但现在房贷车贷压力大，薪水还倒贴。上海的王女士就说，去年房贷5000，工资还少了1000，这种东西当然先砍掉。她以前中秋要送10张蟹卡，今年1张都没送。企业也一样，杭州一家公司直接把蟹礼预算改成了水果卡，没钱了，牌面也就省了。其次是行业自己玩坏了口碑，有人总结得很准确，买蟹的人常常不是吃蟹的人。大闸蟹被炒成了一种社交符号，所以商家开始拼包装、拼噱头、拼利润，却偏偏不在乎品质了。结果怎样？劣币驱逐良币，还没养肥就捞出来卖，蟹黄稀，肉发苦，还有冒充阳澄湖蟹的，骗消费者买单，豪华礼盒里面装的是十足的水货。大家踩一次坑就不敢再买了，网上一搜，评价全是灾难。第3个原因是透明时代，不好糊弄人了。现在谁还会被阳澄湖3个字唬住？平台对比、直播开箱、网红实测，好坏立判，再加上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张阿姨一句话就把大闸蟹戳穿了。100块买3斤梭子蟹，为什么花200块买2只大闸蟹？第4个原因就是整个海鲜市场也崩了，不只是大闸蟹，整个海鲜行业都冷静下来了。梭子蟹从每斤160元跌到70到100，甚至只要2块钱批发价。海水养殖虾便宜到20多块，小龙虾10块不到，甚至便宜到没人要。鲈鱼从35元跌到20元。青岛、苏州、杭州、兴化，不管南方北方，全都冷清一片。来听一位摊主说哭诉，大虾烂市了，都没人要，你想买给钱就卖，别说赚钱了，苗子钱都收不回来。问题来了，为什么便宜也没人买？答案其实很残酷，大家怕吃出问题。很多便宜虾其实是人工高密度养殖，为了延长保鲜、提升重量，被泡药水处理。你以为自己买的是虾仁，其实是泡水王加化工粉。
有检测报告显示，市场上虾仁磷酸盐超标率暴增 145%， 一斤虾仁可能就吃进20克化学物质，长期吃会掉头发、心脏受损、骨质流失。有的养殖户自己都说，我们自己都不敢吃自己养的虾，这话比什么都可怕。2025的金秋海鲜季变成了冷清大甩卖，不是海鲜不香了，是大家的钱包紧了，也是信任没了。面对价格崩溃和品质争议，大闸蟹和整个海鲜市场都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淡季，而是一场海鲜行业的信任危机和价值重估。朋友，你今年还会买大闸蟹吗？你怎么看现在的海鲜市场？欢迎留言谈谈你的看法。大闸蟹没人送了，海鲜也没人吃了，其实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没钱了，更没心思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场经济寒冬下被逼到角落的一群人，他们被叫做老鼠人。什么是老鼠人？它是2025年在中国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语，用来形容那些不是懒惰，不是混吃等死，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日夜颠倒、低能量、缺乏社交，对生活感到无力和疲惫的年轻人。这群人的状态反映了他们面对高压竞争和社会内卷的一种摆烂式的消极抵抗和心理疲劳。在中国大陆，老鼠人正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标签。2025年，中国年轻人不再梦想北上广买房结婚，而是默默地选择一种更省钱、更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低消费、低社交、低能量，甚至不工作。接下来，我们不说政策，不说数据，让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人，他们是你我身边可能正在成为老鼠人和非典型老鼠人的普通人，也让我们看看制造老鼠人的制度性挤压。网上许多年轻人在视频中分享他们几乎不出门、不工作，整天躺在床上的生活状态。老鼠人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点击率已突破1000万次。一段火爆的视频中，一个年轻女子分享了她的老鼠人日常。上午11点20分醒来，下午1点20分吃外卖，2点继续小睡，傍晚点奶茶，喂猫后继续回床上，晚上吃饭看剧，凌晨2点半再入睡。这种生活态度被认为是躺平文化的延续，是对高强度工作和社会竞争压力的逃避。在中国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退出卷王战场，被迫摆烂。黑龙江的林先生今年40岁，10多年来他没上过办公室的班，靠打游戏接代练为生。他说，我就是对着电脑敲键盘拨鼠标，这就是我的人生路。他曾经靠打游戏养活自己，也攒了点积蓄，但年纪大了，精力撑不住了，也没力气再接新单。他的生活简单到让人心疼，熬夜打游戏，中午醒来，一天吃1顿饭，躺沙发刷抖音看动漫。林先生经历过婚姻，但也失败了。他说，吃过生活的苦，吃过爱情的苦，吃过婚姻的苦，被爸妈催婚的苦，我不想再吃了。身边人劝他结婚创业，对社会有贡献，但他淡淡的回答说，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幻想一夜暴富才是毁灭的开始。他不是懒，只是不再相信努力会有结果。他认为他现在的生活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选择，对现实已无力抵抗，只能被动接受。林先生的故事代表了老鼠人群体中大龄、边缘化、社会隔离的一面，他成了社会体制中的隐形人。如果说林先生的选择是被动沉沦，那么在广州挣扎的温先生则是清醒后的抽离。
在看穿游戏规则后，主动抽身，并试图以最低成本寻求另一条出路的主动反抗。他代表了老鼠人这个群体最核心、最挣扎的那部分人。1997年出生的温先生今年28岁，正处于事业的黄金年龄，但他已失业1年多，对找工作充满抗拒。他以前在生鲜行业打拼，疫情那几年月收入过万，下午都不用上班，看起来多爽的工作，对吧？可他却说，那段经历让他彻底醒悟。他说，我的老板就是在那时候1个月内在广州买了一栋房子。从那时候我就想通了，我再怎么打工，再怎么帮别人工作，也永远不可能在广州买到一套房子。这种明知没希望的清醒，让他产生了被伤透了的绝望，成了他放弃传统路径的根本动机。他认为年轻人不是想躺平，而是因为工作没有前景。现在的他选择了低配生存，每个月的生活开支除去房租大约在人民币1000元左右。迷茫中，他大部分时间靠刷短视频消磨。他坦言，他知道这样下去人就废了，他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的真实状况，但他给自己设定了极限。我的积蓄可以维持多久？不久，3个月吧，实在不行才去工作。他说，他未来也许会选择低门槛的自媒体线上创业，方向锁定在创业和赚钱。对于结果，他将预期降到最低，说我没指望成功，我只是想做一次尝试，没有想过结果。你会感觉他不是没梦想，是不再敢做梦。来自江苏徐州的00后徐先生代表了另一种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有家庭负担，想努力工作，却在劳动力市场遭受剥削。徐先生在直播行业努力工作，月薪8-9千元，但去年底老板以不挣钱为由，对他拦腰砍事降薪。这不是卸磨杀驴吗？徐先生主动辞职离开，但再找工作却陷入了新的陷阱，要么工资太低，要么自己能力不匹配那个岗位。很多工作只给2000块钱的工资，还要试用3个月，他感觉不靠谱。对已婚的徐先生来说，如此低薪是无法承受的，工资2000一个月，一家人连吃饭都不够，怎么活？耗不起了。更深的焦虑来自家庭，他坦言自己和妻子很焦虑，但不敢要小孩，因为生了小孩压力更大，也让孩子跟着一块吃苦。王女士是山西大同某县城的2孩妈妈，她的困局是陷入房贷和育儿的双重困局。她家有2个女儿，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学费是沉重的负担，同时还要负担每月4000元的房贷。然而，家中收入来源只有丈夫微薄的2000元工资。王女士深深地感慨，这2年挣钱太难了，每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她解释，在生了1个孩子之后，她还有工可打，所以攒了一些积蓄。生2胎以后，她只能在家照顾孩子，每个月都要花过去的积蓄维持生活。现在基本上积蓄基本掏空了。2025年，中国年轻人的现实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过后依然一无所有。你会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不愿工作，不想生活，而是尝试过努力，却换来失望，想活得体面，却被现实盘剥，想养家，却连一份像样的薪资都找不到。从林先生的被动躺平，到温先生的低配抗争，再到徐先生和王女士这种挣扎中的无奈，这不是一群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挤压，是体制的不合理，让他们无法正常生存。这才是中国底层家庭在经济压力下最让人无力的地方，是整个时代的困局。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
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